现在这些女孩正在接受割礼呢。现在是下午的3点20分啊，村里面的姑娘们啊，现在才开始准备吃饭，因为他们是要最后一波吃饭的人。他们吃的饭，这么跟你讲吧，用一个词儿形容就叫残羹剩饭，因为他们这边都是把前面的人吃剩的饭啊什么的，全部都倒回锅里面，然后再混合在一起，然后给下面的人吃，后面的人吃。按照他们部落的传统的话，就是男人和女人吃饭是不能在一块吃的，要分开吃。而且马赛男人是很忌讳女人看他吃饭的。当然，外国女人他们不算啊，他们自己部落里的女人，他们是很忌讳，就是女人看男人吃饭。所以，像女孩吃到最后的话，那就基本上等于是残羹剩饭这样子啊。小孩吃的挺惨的，我操，就是大米饭浇上一点肉汁。我去打饭的时候我看到了。Maria。Dito. Sudah enggak? Enggak, intinya suku dorong satu-satu. Kita berapa ya san? Masalah apa sih? Makanya gua biar mau dana lagi banjir. Ayo nih wan yani kita. Aduh, kenapa ini nang? Teman sama kita memang. 现在出发了啊，要把这些女孩赶出去。哇，这边的女孩挺多的。这是他们抹到脸上的那个颜料啊，就待会儿要参加割礼的女孩脸上都要抹上这个。要接受割礼的女孩现在准备好了，要出来了啊！净身完毕了，脸上涂红了，然后头发也剃掉了。这些孩子不知道，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啊？这个仪式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知道，知不知道？现在女孩们要进入牛圈啊，这个是酋长家的牛圈啊。我们看到后面有2位女孩，年龄很小啊，看着应该就7、8岁这样子啊。看这个身高啊，很矮。这个牛圈前面也搭起了黑布，他们的妈妈们带着他们穿过了牛圈，走过牛圈。接受割礼的女孩都是没有穿鞋的哈，都是赤脚。刚才她踩到了一颗刺啊。这个过程可不好受呢，我真的是每一步都如走荆棘啊！女孩们走得非常的小心。这个女孩脚上还涂着指甲油，一定是非常的爱美。相传马赛部落的割礼啊，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了。
没有接受割礼的女孩，在部落里面是没有人娶的。如果孩子大了没有接受割礼的话，父母在部落里面也是会被人说三道四的。所以妇女们在孩子接受割礼这一天都非常的开心啊，他们唱歌跳舞庆祝孩子长大了。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观看割礼的话，是觉得非常的残忍和不人道的，也是对女性的一种迫害。割礼并不是为了什么身体健康或者什么之类的，割礼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割掉女性的阴和外，这样就让他们在生活中失去了快感，这样防止女性去找其他的男性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在有些地区割礼呢还会把割完的伤口缝合起来，只留一个小口用于女性的排尿。缝合完伤口的女孩呢都要等到新婚之夜的时候，再由丈夫用刀片割开像拆礼物一样享受这个女孩的初夜。另外在有些地区呢丈夫离家也会给女性的阴给缝合起来防止女性在外面跟其他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但是马赛部落这边的传统呢，同辈之间的妻子呢，大家是可以相互过夜的，所以这个就不存在缝合伤口的这一个情况了。现在女孩们在外面转了几圈，然后又回到了牛圈里面。因为非洲这边割礼已经被政府禁止了，所以很多的女孩割礼呢也都是在自己家里面割的，就造成了每年的这边都有女孩因为割礼感染而丧生。马赛部落这边的割礼呢也不单单只针对女性男性呢也是要被割的，但是相对于对女性的迫害的话，男性就伤害相对小一些。现在这个仪式，女孩又要再回到刚才出发的房间里面。现在部落的长老们现在正端着椅子去到牛圈里面观看整场割礼活动最具仪式感和最激烈的一个仪式，也就是今天参加割礼的女孩将和整个部落的女孩混在一起，由已婚的妇女把她们从人群中挑出来抢进牛圈。期间女孩们的朋友会用树枝抽打来抢人的妇女，表现一种反抗精神。可这些稚嫩的孩子终将无法对抗他们的命运，保护他们的朋友免受割礼的痛苦。在女孩们的朋友被抢走后，他们也只能在一旁无奈地哭泣。
孩的仪式就算结束了啊，现在回到屋里面啊，等明天早晨就开始割，一大早割。那接下来呢就是男孩的仪式。